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要说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总统最泼皮，我跟你讲啊，这韩国呀，敢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咱们印象里的总统啊，那是不是都是得是西装革履啊，说话是滴水不漏，那走道都得带风啊？但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位啊，韩国的前总统尹锡悦，那可真的是宝藏男孩啊！哦不，应该说是宝藏大叔。可能很多人会说啊，这个尹锡悦当总统那几年啊，干的也就那么回事啊，算不上是韩国历史上最牛的。哎，这话是没错啊，但是要论谁最有话题、最能整活啊，那尹锡悦啊，绝对是最近这几十年里啊，当之无愧的话题之王，简直就是住在热搜上的人物啊！这家伙的人生啊，那叫一个大起大落，比这个过山车还刺激。这不，最近啊，他又给我们整了个大活，直接把这个韩国的检察官给干懵了。네, 이번엔 특검 소식입니다. 윤석열 전 대통령에 대한 특검의 체포영장 집행이 불발됐습니다. 특검은 윤 전 대통령이 수의도 안 입고 바닥에 누워 완강하게 저항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. 话说这个尹锡悦是怎么进去的呢？这事啊得往前倒一倒。就在这个不久前啊，这位大哥还在总统府里指点江山呢。结果这个脑子一热，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啊，居然想在韩国搞一场戒严政变。我的天哪，这都是什么年代了，还玩这套？结果可想而知，他这套政变啊，搞的是雷声大雨点小。自己手底下那帮所谓的戒严军啊，一看形势不对啊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瞬间就作鸟兽散了。这下可好，政变失败了呀，自己也从总统变成了嫌疑人。但这哥们硬气啊，仗着自己还是总统，带着总统府的警卫啊，跟上门调查的检察官啊玩起了猫和老鼠，愣是上演了好几出对峙大戏啊，把这个韩国上下给看的是目瞪口呆啊。不过呢，胳膊毕竟是拧不过大腿啊。随着他的死对头李在明上台，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啊。就在上个月啊，7月10号，韩国的内乱叛国案毒检组，这名字一听啊就挺吓人，直接把他给拘了呀。理由也很直接啊，担心这个小子呀销毁证据。于是乎，前总统尹锡悦啊就被送到了首尔看守所，开始了铁窗生涯。这个待遇啊，那叫一个天上地下。原来住的是青瓦台，现在呢，一个12平方米的单人小牢房。哎，你想想啊，也就是比咱们家里的厕所大点啊。这大夏天的，空调别想了，跟个小风扇呼啦呼啦的吹就不错了。那伙食嘛，也别指望着有啥总统套餐。就是说他被抓的当天啊，7月10号的早饭是啥呀？一块面包，几块蒸土豆。哎呦喂，我觉得吧，他当时心里面得琢磨，想当年我，算了，不提也罢。这一般人啊，到了这份上，是不是得蔫了？该交代交代，该认错认错，争取宽大处理嘛。但是这个尹锡悦啊，他偏不，这家伙骨子里那股劲儿上来了。咱们得知道，尹锡悦这个人啊，他年轻时候的司法考试啊，考了9次才考上。你想想啊，一般人考个2、3次，是不是就放弃了？他能坚持9年呀，这说明啥？说明这个人轴啊，一条道走到黑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撞了南墙啊，他也得把这个墙拆了再走。这股轴劲儿呢，现在全用在跟这个检方对着干上了。进了拘留所呀，人家是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但是他呢，直接开启3不模式，不接受调查，不开口说话，不开门见人。这检察官来了，他连这个眼皮啊也不抬一下，就把你当空气。这个法院呢要开庭审理，传票来了，他就直接当废纸啊扔一边，就是不去。这可把这个韩国的检方给愁坏了呀！这叫啥？这叫非暴力不合作呀！哎，你打他骂他，他是前总统，你敢吗？万一出点啥事儿，这责任谁担得起啊？可你要是不审他吗？这案子又没法往下走，这证据链就断了呀！时间一长嘛，他这个内乱叛国的罪名就定不下来啊！那韩国的司法系统不就成了全国人民的笑话了吗？哎呦喂，你们连个前总统都搞不定，还说啥依法治国啊？这局面就僵在这儿了。这个检方啊是热锅上的蚂蚁啊，团团转，就是拿这位牢房里的硬汉没办法呀。眼看着这个时间啊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这个检方实在是忍不了了，心想给你来软的不行，那咱们就来硬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向这个法院申请了一张新的拘捕令。这玩意儿跟之前的拘捕可不一样啊，是强制性的。说白了就是
今天啊，你走也得走，不走啊也得抬着你走。这目的就是要强行啊把他从牢里给提出来，带到审讯室里去。时间来到这个8月1号啊，这天是星期五。一大早8点半，毒检组的这个3名检察官啊，带着这张王牌的拘捕令啊，气势汹汹的就杀到了首尔拘留所。他们心里啊，估计早都盘算好了，今天啊，非得把尹锡悦这个硬骨头啊给啃下来不可。那到了这个牢房门口啊，检方人员还想先礼后兵，隔着门就喊话啊：“尹前总统，我们是毒检组的，今天啊，我们是奉命执法，希望你能主动配合，别把这个场面搞得太难看，对大家都不好。”只听这个牢房里传来这个尹锡悦的声音，中气十足，不配合就是不出去。这个检方人员心想啊，不配合由得了你吗？开门。门一开啊，3个人当时就傻眼了，直接愣在原地啊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只见这牢房里啊，这位堂堂的前大韩民国总统啊，咱们的硬汉尹锡悦啊，他没穿囚服，就穿着一身贴身的内衣。对，你没听错啊，就是咱们说的秋衣秋裤那一套。然后呢，他就跟个孩子似的往这个地上一躺，四肢张开，摆出了一个大字儿。检察官们都懵了啊，这是什么操作呀？尹锡悦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啊，激烈的反抗，嘴里还嚷嚷着啊，这招式啊，其实说白了，就跟咱们民间最常见也最让人头疼的招数撒泼打滚，跟这个村口大妈吵架吵不赢，往那个地上一坐，拍着个大腿啊，哭天喊地啊，那真是一模一样啊，异曲同工啊！哎，你想想那个画面啊，3个西装革履啊，一脸严肃的精英检察官啊，站着。这个地上躺着一个只穿内衣耍赖打滚的前总统，这对比，这冲击力啊，那是简直了呀！这检察官们面面相觑啊，怎么办呢？上去拖吧，他穿着内衣呢，这拉拉扯扯的，万一被这个外面的记者拍到，标题就少，震惊检方扒光前总统衣服，强行拖拽，这舆论压力谁受得了啊？那上去劝吧，人家根本不理你啊，就在这个地上滚来滚去。这双方就这么激烈对峙着，时间呢是1分1秒的过去，1个小时2个小时，检察官们是口干舌燥啊，黔驴技穷，他们是带着王牌来的呀，结果人家直接掀了桌子，不按套路出牌，最后呢僵持了整整2个多钟头啊，这检察官们是彻底没辙了，再这么耗下去，万一这个尹锡悦啊真的在地上躺出个好歹啊，比如什么高血压犯了，心脏病发了，那他们可就摊上大事了。出于担心发生意外的考虑啊，3名检察官啊只能灰溜溜的收队撤了。第一次强制拘捕行动啊，以这个检方的完败而告终。尹锡悦呢，靠着一身内衣和躺平神功啊，成功的给韩国检方来了个下马威，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。那看到这儿，大家伙肯定会觉得奇怪啊，这也太扯了啊！就这么低级的撒泼打滚，怎么就能让这个国家公权力束手无策呢？这背后啊，其实门道还挺深。这可不是一般的耍无赖啊，而是粗中有细的政治博弈。首先啊，这第一个原因，这个尹锡悦啊，可能是真的有病。哎，你别笑啊，这不是骂人。据说啊，尹锡悦在被捕之后啊，他的律师团队啊，就向有关部门啊递交了一份厚厚的诊断书。具体是啥病呢？那外面也不知道，但肯定也不是小感冒。你想想，一个60多岁的老人呀，又是高强度工作，又是政变失败，又是锒铛入狱啊，这个身体出点毛病太正常了呀。所以检方的这次行动啊，那心里是打鼓的呀。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万一我这儿刚一上手，你那儿眼一翻，脚一蹬，直接就过去了。好家伙，杀害前总统的罪名啊，这黑锅谁背得起啊？别说这3个检察官了啊，就是韩国司法部部长来了，也得掂量掂量啊。所以他们宁愿丢脸，也不敢冒这个险啊。这个尹锡悦啊，就是抓住了他们这个投鼠忌器的心理。其次呢，第2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，这个尹锡悦在外面还有人呢。你别看他现在是身陷囹圄，成了阶下囚，但是他在韩国的势力啊，尤其是支持他的那帮人啊，能量还大着呢。尹锡悦代表是什么势力啊？是韩国最极端的亲美派。这帮人啊，在韩国的政界、商界、军界、媒体界啊，那都是盘根错节啊，有不小的影响力呢。他们认为尹锡悦啊是对的，是为了韩国好。现在啊，这个尹锡悦倒了，他们就像丢了主心骨一样。
如果检方啊真把这个尹锡悦给怎么样了，这帮人会善罢甘休吗？肯定不会啊！他们会在这个国会里捣乱啊，在媒体上煽风点火，甚至啊组织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啊。到时候啊，整个韩国社会都可能会被撕裂，造成更大的动荡。所以这李在明政府啊和韩国检方，他们也得考虑到这个政治后果。处理尹锡悦啊，就像拔一个萝卜，但是这个萝卜下面呢，可能会把整个菜园子给毁了。所以啊，他们也得小心翼翼，不敢用强。你看啊，尹锡悦这一躺，看似是无赖之举，实际上是算准了对方的2大软肋：一呢是怕他病死，二呢是怕他外面的支持者闹事。这一招实在是高啊，实在是妙啊！那么故事就到这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啊！根据这个韩国的法律，检方手里这张强制拘捕令啊，也就是说啊，在这之前啊，他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个尹锡悦啊从这个拘留所里给弄出来，不然啊，这张王牌就作废了，他们就更没面子了。那现在呢，留给这个检方的时间啊，也就剩下不到1个星期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尹锡悦啊，靠着撒泼打滚的奇招啊，虽然是占了一时的便宜，但是法律的审判啊，终究是悬在他头顶的一把利剑。接下来呢，韩国检方会怎么办呢？是带着这个医生和担架来，先做个体检，确保你死不了，然后再把你抬走，还是说啊，会采取更加柔和的策略跟他谈判，做什么思想工作？又或者啊，他们会动用更强力的手段，彻底撕破脸皮。而我们的躺平大师尹锡悦啊，他又会拿出什么新的招数来应对呢？是继续一躺到底，还是会见好就收，换个玩法？这场围绕着前总统的监狱风云啊，大戏啊才刚刚进入高潮。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韩国政坛的残酷、荒诞和戏剧性。一个曾经的国家元首啊，如今却用最原始的方式，在这个牢房里啊，为自己的命运做最后的抗争。这事儿后续啊会怎么发展，我们谁也说不准啊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，只要有这个尹锡悦啊，韩国政坛的热搜榜就绝对不会寂寞。好啦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，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